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是否曾经在深夜的时候静静想过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渴望爱？为什么人类的历史上为了自由而流过血、抛洒过汗？为什么我们心中总觉得有一个缺口，好像在寻找某种完整与圆满？这些问题的背后，其实都指向同一件事：灵魂最深的渴望。在我们的频道中，曾经和大家探讨过两个重要的主题，第一个是灵魂渴望篇。你知道神创造我们这些灵魂的目的是什么吗？灵魂的渴望是什么吗？答案超出你想象。在那一集中，我们谈到，神之所以创造灵魂，是因为神本身想要经验自己，透过无数灵魂的生命历程，让存在的意义得以展现。灵魂的渴望正是神的渴望。第二个主题是灵魂旅程篇。灵魂是有自由意志的，回归合一之后，灵魂可以再次分裂回到物质世界，如此无尽循环，永恒而不灭。我们提到，灵魂并不是被动的，而是有选择权的，它拥有自由意志，可以决定要在哪里，以何种方式去体验人生。这也意味着，每一个经验，无论快乐或痛苦，都是灵魂主动选择的学习。那么，今天我们要更深入的来探讨，在这样的创造与循环之中，灵魂最深的渴望究竟是什么？答案可以被总结成三个核心：爱、自由与完整性。爱是灵魂的本质，也是神的本源。没有爱，灵魂便无法感受与神的连结。自由是灵魂的天性，因为唯有自由意志，灵魂才能真正成为创造者，而非傀儡。完整性则是灵魂最终的归宿，因为我们都源自于合一，也必将回归合一。当你回顾自己的人生，你会发现这三个渴望其实早已深深烙印在你所有的选择之中。你可能在追求一段感情，渴望一份理解，那是因为灵魂想要爱与被爱。你可能会因为压抑或束缚而痛苦，因为灵魂无法忍受失去自由，也可能常常觉得少了一块拼图，因为灵魂正在提醒你，这一生只是回家的旅程之一，你还在追寻完整。所以这一集我们就要一起来拆解这三个灵魂最深的渴望：爱、自由与完整性。为什么灵魂总在追求它们？而当我们理解了这一切，又该如何活出与灵魂一致的人生？如果要说灵魂最深的渴望中，哪一个最接近神的本质，那一定是爱。因为在灵性经典与无数的灵魂体验中，都不断告诉我们一件事：神就是爱，而灵魂作为神的延伸，自然也带着这份爱的本质。当我们谈到爱，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男女之间的情感，或者是家人之间的亲情。这些当然是爱的一部分，但对灵魂而言，爱的层次远比我们日常理解的还要广阔得多。首先是最直接的人际之爱，这包括伴侣之间的浪漫情感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深厚连结，朋友之间的信任与支持。这些爱的经验让灵魂感受到我并不孤单，而这份连结正是合一的缩影。再来是对事物与经验的喜爱，你是否曾经沉醉于一件让你热血沸腾的事？可能是创作、运动、旅行、音乐，甚至只是静静的阅读一本书。当你全心全意投入其中，那份由衷的喜悦，就是灵魂在爱的状态下发光。爱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，它也包含了对生命本身的热情与拥抱。第三种层次，则是无条件的爱，这也是最接近神的爱。这种爱不依附于条件，不因对方是谁，不因情境如何而改变，它是一种纯粹的给予，是看到别人痛苦时想伸出援手，是愿意分享自己所得，是在帮助他人中找到自己的满足。这正是许多灵性导师与觉醒者所展现的爱，因为他们明白，帮助他人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体。那么，为什么灵魂会如此渴望爱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爱就是灵魂的本源。当我们活在爱中，灵魂就像回到自己的频率，感受到最自然的状态。相反的，当我们远离爱，沉溺于恐惧、仇恨或冷漠之中，灵魂就会感到分离与失落。这也是为什么当人缺乏爱，会陷入孤单、忧郁与痛苦，因为那正是灵魂最抗拒的状态。爱也是一种桥梁，它连接了自由与完整，因为唯有爱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自由不是自私，而是互相成全。
也唯有爱才能将碎片化的灵魂经验重新编织成合一的整体。回顾历史，你会发现人类所有伟大的故事，无论是史诗、文学、音乐，甚至是宗教，都离不开爱这个核心。爱是灵魂最熟悉的语言，无论文化、语言、地域如何不同，人类都能理解爱的力量。这并不是巧合，而是因为灵魂的共通渴望早已写在我们存在的最深处。所以，当你发现自己在渴望被爱，或在努力去爱，请不要觉得那只是人性的需求，那其实是你的灵魂在呼喊，因为透过爱，它才能更靠近真实的自己，更靠近神的源头。除了爱以外，灵魂另一个最深的渴望就是自由。这个渴望并不是外在社会给予的价值观，而是源自于神在创造我们的那一刻就已经赋予灵魂的特性——自由意志。在灵魂旅程篇中，我们曾经提过，灵魂不是被动的棋子，而是一个可以自主选择的存在，它能决定自己要去哪里，以什么方式来学习与成长，这就是自由意志的根本意义。若没有自由意志，灵魂的体验就失去了价值，因为那将不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，而仅仅是一场被迫的游戏。历史上，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早已刻进集体记忆，无数的革命、独立运动、抗争，都是人们不愿被压抑的灵魂呼喊。为什么我们总是愿意为自由付出代价？因为在更深层次上，那是灵魂拒绝被禁锢的表现，灵魂本能的抗拒任何限制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原本就是无边无际的存在。不过，这里的自由并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放纵，灵魂所渴望的自由，其实是一种选择的自由，选择成为谁，选择怎么生活，选择如何爱与被爱。这种自由不一定总是没有代价，但它代表着我可以自主创造自己的经验，这也正是灵魂最核心的能力——创造。如果没有自由意志，灵魂的爱也不会有意义，因为只有在真正自由的状态下，选择去爱才是纯粹的。若是再被强迫或被操纵下去爱，那并不是真正的爱。同样的，灵魂也知道，只有在自由中经历痛苦与挣扎，他才会更深刻地理解爱的价值。你是否曾经感受到，被某种环境或关系束缚时，内心会升起强烈的不安？那不是因为你不安分，而是因为你的灵魂在提醒你，他渴望自由，渴望展翅，渴望选择自己的道路。正如同鸟儿不属于笼子，水流也无法被永远阻断，灵魂一旦失去自由，就会感到窒息。自由还有一个更深的面向，那就是责任。因为有了自由意志，灵魂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他不能把一切推给神或推给命运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在觉醒之后，会同时感受到一种压力。原来我的人生真的是由我自己创造的，这正是自由最真实的一面。当我们理解了灵魂对自由的渴望，就能更清楚地看待自己的人生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是在抗拒某个人或某个体制，而是在抗拒那份让灵魂失去自由的感受。灵魂的天性是奔放的，是无限的，他想要的不只是物质上的自由，更是心灵上的自在。而最美妙的是，当灵魂真正活在自由中，他才能毫无保留地去爱，并且走向完整，因为只有自由的灵魂才有能力选择回归合一。如果说爱是灵魂的本质，自由是灵魂的天性，那么完整性就是灵魂最终的方向。每一个灵魂，无论在人间经历了多少次的生死循环、悲欢离合，它最深处都藏着一个共同的呼唤：我要回家。这里所说的家，并不是某个具体的地方，而是灵魂原本的状态，与神合一，与所有存在合一。当灵魂从神分化出来的那一刻，他便踏上了一段追寻完整性的旅程。每一次投生，每一段学习，每一份爱与痛苦，都是灵魂在补全自己的拼图。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？即便物质富足，感情圆满，仍旧会有种空虚感。那不是因为我们真的缺乏什么，而是因为灵魂深知，这一生只是拼图中的一片，它还在等待其他片段的拼合，才能看见完整的图像。这种内在的缺憾感，正是灵魂对完整性的渴望在提醒我们。完整性不代表完美无瑕，而是整合。灵魂所追求的是能将一切经验纳入怀抱，无论是光明还是黑暗，
成功还是失败，爱与痛苦，喜悦与悲伤。当灵魂愿意接纳所有的经验，不再切割，不再排斥，它就逐渐回到完整。这份渴望也正是回归合一的本质。灵魂深知自己从神而来，最终也会回到神之中，而这趟旅程并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场螺旋式的循环，每一世的生命都是灵魂更靠近圆满的一步。有趣的是，人类的文化与信仰几乎都表达过对圆满的追求。道家讲返本归元，佛家说万法归一，基督宗教中灵魂最终将回到神的怀抱。这些不同的语言实际上都在描述同一件事：灵魂渴望完整，渴望合一。当我们在人生中体验到圆满的时刻，比如深深的被爱包容，或是在某个瞬间感受到与宇宙融为一体，那些片刻之所以如此珍贵，是因为它让灵魂暂时尝到了完整的味道。那是一种没有分离、没有缺憾的感受，一切都刚刚好。因此，灵魂的第三个最深渴望就是完整性。它不只是一个目标，而是一个方向，一种召唤。灵魂走向完整的过程，正是它回家的旅程。而当爱、自由与完整这三者结合时，灵魂便真正活出自己，也更靠近神的本源。走到这里，我们已经一起剖析了灵魂最深的三个渴望：爱、自由与完整性。这三者看似不同，其实却紧紧相连，彼此成就。爱是灵魂的本质，它让我们感受到与他人、与宇宙的连结，提醒我们源自于神的核心就是爱。当我们选择去爱，不论是爱人、爱生命，甚至单纯的爱一件小事物，那都是灵魂在回归真实的自己。自由是灵魂的天性，它让我们明白，生命不是被安排好的宿命，而是一场由我们自己选择的冒险。自由意志让我们成为创造者，而不是傀儡。只有在自由中，爱才是真实的，选择才有重量。完整性则是灵魂最终的归宿，它提醒我们，不论此生多么曲折，不论经历多少分离与不完整，我们终将在无数的轮回与学习中，逐渐回归到圆满，回归到与神的合一。当你明白这三种渴望，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外在追逐的目标，而是灵魂与生俱来的呼唤。你并不需要去获得爱、自由或完整，因为它们原本就存在于你的灵魂之中。真正的关键是如何让这三者在日常生活中被活出来。当你选择去爱，你就与灵魂契合；当你活出自由，你就在展现灵魂的天性；当你愿意整合经验，接纳一切，你就在靠近灵魂的完整。这三者交织在一起，就是灵魂渴望的真正答案，也是你存在的意义所在。所以，别再怀疑自己是否缺少了什么，因为你早已带着爱、自由与完整，只是这一生，你正在一步一步把它们唤醒。最后，我想邀请你停下来思考，在你的人生当中，你觉得自己最深的渴望是什么？是爱，是自由，还是完整？又或者，你在这些渴望中看见了灵魂的另一种呼唤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，因为你的故事也可能是另一个灵魂的启发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